金秋时节，红白蓝三色相间的列车如一道明快的彩链，快速掠过塞尔维亚北部的广袤原野。这条承载着中塞两国人民深厚友谊与共同期盼的钢铁动脉——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正式迎来全线通车的历史性时刻。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2025年10月3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秋雨绵绵，却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热情。在中央火车站10号站台，站满了塞中政要、企业代表、媒体人士，大家共同等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没错，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在今天终于迎来了全线开通运营。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旗舰项目，匈塞铁路意义非凡。它全长约350公里，连接了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其中，塞尔维亚境内线路全长183.1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此次开通的诺维萨德至苏博蒂察段线路全长108.1公里，共设12座车站。全线开通运营后，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可以从原来的5个多小时，最快可压缩到1小时19分钟。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方便当地民众的出行，也可以为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带来新的机遇。上午11时30分，载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总统专列准时发车。这是匈塞铁路塞段全线开通运营当日发出的第一班列车。列车如一道红白蓝三色相间的彩链，快速掠过塞尔维亚北部的广袤原野。车厢内，武契奇总统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感慨道：“这里所有的服务均由中国公司提供，而且做得非常出色。”12时40分左右，列车在苏博蒂察站稳稳停靠，车门打开，武契奇总统面带微笑地走下列车，向周围的人群挥手致意。他的身后是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等中塞两国政要。站台上掌声雷动，欢呼声响彻整个车站。在人群中，有一群身着亮黄色工装、头戴白色安全帽的中方员工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整齐地站在出站口，眼神中充满了喜悦与自豪。匈塞铁路塞段联营体项目部副总工程师段伟也在其中。我来塞尔维亚比较早，见证了这条铁路从无到有的过程。这条铁路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2017年，匈塞铁路塞段正式动工，项目多数路段由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营体承建。同时，段伟在项目调研阶段便来到塞尔维亚，曾只身一人扎根在项目营地。10月3日，正好是段伟53岁的生日。如今，头发已斑白的他告诉记者，匈塞铁路塞段全线开通前一日，自己激动得难以入眠，凌晨便开始与同事对接通车细节。而对于同事们来说，老段则是匈塞铁路塞段修建的活地图，从调研、修建、对接、测试到通车，他亲历了每一个环节。在苏博蒂察举行的开通仪式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铁路修建者和现场群众表达了诚挚的感谢。他深情地说：“特别感谢我们的中国朋友，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武契奇还表示，塞尔维亚希望继续与中国深化合作。他多次强调塞中两国的铁杆友谊，称匈塞铁路是两国友谊的生动体现。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也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匈塞铁路自2017年动工以来，中塞两国建设者们历经8年艰苦奋斗，今天终于梦想成为现实。匈塞铁路是一条友谊之路，是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体现，将在两国关系的历史上留下光辉印记。在开通仪式现场，69岁的阿纳斯塔西亚·埃尔德迪兴奋地告诉记者：“中国朋友帮助了我们，今天这条铁路通车，我感到无比开心。”当地乘客阿达莫维奇表示，这条铁路可以让人们在苏博蒂察居住，却在诺维萨德读书，或者在苏博蒂察居住，在贝尔格莱德读书。在大城市里上学，每天回自己家住应该更划算，因为火车票，特别是年票的价格，可能比在贝尔格莱德或诺维萨德这样的大城市租房要便宜。
另一位乘客埃莱佐维奇也感慨地说：“修建铁路的好处太多了，简直数不胜数。无论是沿线居民出行、土地增值，所有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因此受益。”通车仪式后，列车按时返程，围观人群慢慢散开。广场上，中方企业员工举着用中塞双语写的“热烈庆祝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通车”的红色横幅合影留念，纪念他们职业生涯中难忘的一天。段伟说，他一定要带着妻女一起搭乘这趟列车，向孩子讲述与当地人互动的趣事。当然，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的顺利通车，离不开背后无数中国建设者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在诺维萨德城郊的一片荒地上，一排排彩钢板房组成了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大本营。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与热闹，却有办公室里永远亮着的灯光。对这些远渡重洋的中国建设者来说，工作与生活早已深度交融，日子过得像在部队里一样紧凑，却始终充满干劲与力量。齐峰然是匈塞铁路塞尔维亚联营体项目部负责人，刚过40岁生日的他，两鬓已染上白霜。2024年，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他的脚步从未停歇。白天，他奔波于各个施工现场，协调塞尔维亚铁路公司与当地政府机构的各项事务。夜晚，他还要留在办公室查阅资料，准备会议材料，有时忙到凌晨，连近在咫尺的宿舍都顾不上回。深夜开跨国视频会是常事，有时候说着说着天就亮了。齐峰然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怨，只有踏实与坚定。选择海外建设，就意味着要多一份奉献，这是我们铁路建设者的担当，更是我们的责任。联营体项目部工程部部长张晓华的话，道出了所有海外建设者的心声。为了匈塞铁路项目，张晓华在塞尔维亚坚守了8年，把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条钢铁之路。2024年7月，他特意回国举办了婚礼，可仅仅陪新婚妻子1个多月，就又拎着行李箱匆匆返回了工地。项目正处在最关键的吃劲阶段，工地上离不开人，我必须回来。张晓华的话语朴实，却满是对工作的责任感。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前沿，在匈塞铁路的每一个施工工点，敬业奉献都是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众多海外建设者共同的人生底色。正如段伟所说，从2017年来到塞尔维亚，他一守就是9年，3000多个日日夜夜，他把对家人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全身心投入项目建设，凭借执着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豁达开朗的性格，段伟赢得了塞尔维亚籍同事的高度认可。我们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中国铁路的形象，更代表着国家的利益。我们不能给中国铁路丢脸，更不能给国家抹黑。这句话段伟常挂在嘴边，如今也成了所有海外建设者共同的信条。80后副总工程师杨冠岭是项目上出了名的硬骨头专业户，越是难啃的硬骨头，他越愿意冲锋在前。9年来，他处理了8万多封项目函件，写满了40多本施工笔记，每一页都记录着项目建设的点点滴滴。其中，苏博蒂查站改造是公认的硬骨头，这里不仅是塞尔维亚最大的口岸站，还是当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改造要求严格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既要保证铁路功能升级，又要保护好历史建筑风貌。从2023年起，杨冠岭就一头扎在工地上，拿着历史图纸与现场反复比对，一次次调整施工方案，只为找到功能与保护的最佳平衡点。2024年10月3日，吴契奇总统视察苏博蒂查站时，紧紧握住杨冠岭的手，对站改成果给予高度赞赏。太漂亮了！没有中国朋友的帮忙，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样高质量的改造。可鲜少有人知道，杨冠岭的心里藏着对家人的愧疚。孩子重病手术时，他因项目繁忙没能陪在身边。妻子生2胎时，他也只回国待了1个多月，就匆匆返回工地。每次和家人视频通话结束后，他都会红着眼圈坐回办公桌前，把对家人的思念悄悄转化为继续工作的力量。在塞尔维亚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朋友是时间的果实。塞尔维亚籍总工程师米兰与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的建设者们共事多年，他动情地说，中国工程师的敬业精神最让我钦佩，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么多年一起奋斗，我们早已不是简单的同事，而是真正的朋友。9年时光，从贝尔格莱德到诺维萨德，再到苏博蒂察，中塞两国建设者用汗水与坚守，共同浇筑出这条横跨塞尔维亚北部的钢铁之路。当那列红白蓝三色的列车再次驶过宽阔平静的多瑙河时，它承载的不仅是往来穿梭的旅客，更是中塞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与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条“一带一路”上的钢铁长龙，正带着中塞情谊，向着更广阔的未来稳步前行。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